但是我是唯一一个 Z 时代的，对吗？因为你们要骂我是吗？对。我上这期节目之前，跟我整个公司的 Gen Z 说，我明天要去拍节目哈，我在上面会吐槽你们。你们要是有这个心理能力呢，你们就看；你们要是觉得自己接受不了呢，你们就不要看哈。在录这一集之前哦，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 Z 世代的问题，不是，我后来发现其实是我的问题。是我们的，我爸爸不够有钱吗？你不觉得今天你的位置坐在这里就有特别的用意吗？你被一群人夹住，对，就有点压力，对，不可以动了。但是我是唯一一个 Z 时代的，对吗？因为你们要骂我是吗？对。如果在看节目的你，公司里面有很多 Z 世代的年轻人的话呢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他们都哪些让你觉得或好或坏的感受。令仪，对面的 Vincent 哥，你们公司有很多 Z 世代的人吗？其实蛮多的啊。我的吓死我是吗？新的好。你笑哟！明天做不做我还给我 video， 你不要跟我放地豆，我跟你讲啊。比较多是零售了，零售 ，OK， retail。OK， 所以零售有没有很多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员工吗？其实蛮多的。为什么你会请这些年轻的员工？是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的便宜呢？没错，其实更贵嘛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的 expectation 就是说，他们要求会比较多，就好像说他们要求某些时间或者在周末不能上班，太早也不能上。所以我觉得他们有特别的要求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的吸收还有工作能力还是比其他员工会好啦。就好像收银的系统，他们就会比较熟悉那些系统，学习比较快。所以你觉得会不会觉得他们有点可能要求很多？对的，或者很难，会吗？对，他们不会跟着我的工作表去配合了。他们工作是认真的，但是他们会缺席。但是相较于可能年纪比较大的那些来应征，他们会比较随和吗？他们就可以轮班。我觉得 Gen Z 在某方面可能会有一点难管，因为他们不喜欢听人家唠叨，然后他们也对工作方面有一定的要求。他们就是会一直在找 enjoyment 的。不应该是说是难管，应该是一种每一个 generation 都有每一个问题。所以可能我们会比较输一点在技巧和经验上面，可是我们会以我们的态度跟勤劳来补回去。我觉得 Gen Z 不会很难管，因为他们只是有更多的思想，更多的自由，想要拥有更多的自由去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，不会太难管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们想活得更精彩，我们对年轻人观感要改变一点。其实他们很肯拼，很创新，也很勤劳，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说爱躺平啊，还是什么，还是有很多很拼、很努力的。现在新生代受的教育会比较多，也比较优厚，毕竟教育资源也比较丰盛了，对于很多事态的看法会有不同的分析跟了解，很自然的就会跟前辈、父辈、母辈有不同的一个安排。再者呢，随着科技的进展，很多新时代就是在科技的生活范畴之内的延伸名嘛。很多事情透过科技来解决，工作方式不一样，处理方式不一样。再者，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也不同，在改变转折。常常提到平权，在社会上也在职场上的平权，大家觉得说都应该平等对待。在三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呢，你会发现到前辈上一辈跟新时代的代沟会更加明显。
Queenie，你当初去找工作的，对啊，你应征的时候有提出这些条件吗？我本身是不敢要求，我就什么都 OK，因为是我第一份工，就在 SGAT，可是我第一份工啊，就他们说什么我就他们讲薪水这个 OK， 我就没有这么要求。可是当我们知道自己的那个 self worth。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才知道，其实我们很厉害，才慢慢才会要求。你是什么时候，在什么情况下觉得自己很厉害？就当我觉得老板没有我不行，对，老板没有你不行，对，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觉得老板没你不行呢？当我这个我很好，我很敢讲哦。我好好奇哦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也是一个行业的嘛。对嘛，我其实跟他老板算是对啊 competitor 嘛，对吧？就是因为这是第一份工作，就可能自信就比较在这里，对吗？然后就做得到，然后就是因为就是我说的那个作品是我的那个街头访问。是那个 Quickie with Queenie， 就是我穿粉红色的那个。Let's find out on Quickie Queenie Let's go。很多人会就是来跟我说，很喜欢什么的，就觉得很成功，就那个 view 也是很好，就觉得来自己蛮厉害啦，所以可能是自己讲自己厉害啦，没有人讲我厉害啦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不是吗？我跟你讲，就我们这一行，所有人都是可以被轻松代替，所有人都是可以被轻松代替的。OK 啦，没有是轻松啦，我懂你的意思。我曾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这种想法。对 Gen Z 的想法就是这样，不是，就是年轻人的想法都这样，不一定是 Gen Z。我这个 generation 也是，我也有过这样的员工。那 OK 啊，我接受你这个想法，但是我真的你要把我逼急了，我就是直接 replace 你了。可是这个讲法 right 是看你怎么用这个想法，所以我用这个想法是我不是来觉得你没有我不行，我是用来积极自己，就是觉得我被很重用，被来很想做更多，这个想法对，是你看你是要把那个想法怎么用，我用是一个积极的想法，可是如果也有人就是用它来就是force 那个 boss 的，就是讲我要加薪，可是我没有，我很努力工作，但是没有加薪。我可能刚年轻的时候，刚开始做工的时候也是自视清高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和 Gen Z 这一代差别在于我们对工作还是有敬畏之心的，对老板还是有敬畏之心的。我觉得 Gen Z 这方面呢没有那么的敬畏，我不知道 Vincent 有什么这个感觉，就是我这个年级的员工，你骂我可能可以接受，我失败了我可能也可以接受，但是 Gen Z 比如说像我的员工，我给你具体例子就是可能一言不发就辞职。他会想有那个辞职的念头会萌生，但是我跟他讲一讲，他可能又不辞职了。就是当我入行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被老板骂，或者我做错一些东西我会先怀疑自己，我会说是不是林轩你做错了？就是有些东西他理所应当给我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我不配，就是我会觉得说我配不上这个。可是现在我觉得很多 Gen Z 他们就觉得说早就该给我了。所以有些东西是他们觉得他们付出的应该要拿到回报，但是不可以说每个 Gen Z 都是这种心态的，好像这种responsibility 责任感，就好像我的冰淇淋店，那个虽然也是你的时代的，20多岁的，但是他很认真的工作。你会觉得说，那 Z 世代人会比较适合自己创业，自己当老板，有没有想过？其实有想过，因为其实我爸爸妈妈也是有一间店，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东西，说我5岁5岁而已我就以前每次爸爸妈妈就会叫你按摩，对吗？我就我很厉害，我就算钱我就有一个 menu 给他们，然后就10 minutes 10块钱，就这样赚零用钱，然后还有 package， 就是你买我的那个 package 9次送1次，还有 expiry， 所以就其实从小就很想创业，可能就是爸爸妈妈的影响，可是也是看他们创业就很辛苦，就是他们基本就是没有休息的，出国也基本上也不可以，因为他们是做 retail。我觉得你这些 concern 到你真正创业之后这些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困惑。那怎么？你真正遇到的困难会比这些大很多。比如你这个 business 要怎么做才不会垮你员工的薪水要什么时候付或者是你租一个 office 每个月要花多少钱这些才会是真正的困难，而不是我有没有时间出国。Gen Z 就是很喜欢就是
testing 一下，所以每次就是网络生意先看那个反应怎么样，反应怎样开始。我女儿是18岁的时候，之前她每次在家里跟人家，我就偶尔就觉得，为什么有洋人这么多人来我们家？因为她做 freelance 的，做什么生意？有没有？都是 medicure、还有脸部这一类。美甲。对，然后她学习好了，她有一天就跟我讲，她要自己创业，她就开了一间呢，就好像叫我帮她找那些店面要这样做，然后我帮她找了一间。第一次她创业了 ，OK， 我就给她几万块，但是成功，她不到到6个月就已经 ROI， 她到6个月吗？也回我成本，回本了我是很 straightforward 的，我从来不宠我孩子的，我说我借你这笔钱，应该是5万块吧，有利息吗？然后没有利息啦，但是你一定要还给我。有说什么期限吗？没有啦，他刚创业，我一定要 support， 但是我要给他的想法是，不用说不一定说不用还的，一定要还的。但是他就真的很用心的去做，然后没有辜负我，差不多6个月就已经付清了。付完了，每个月5000、3000这一类。林轩很疑惑，是因为对啊，是因为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问题，因为在录这一集之前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 Z 世代的问题，不是，我后来发现其实是我的问题。对啊，我们一直这样告诉你啊。对，是我们的爸爸不够有钱吗？对，也是。还真不是啊，不是吗？我觉得是我们没有那个胆量去接住这笔钱。我们都有啊，我觉得。我在20多岁，我可能是我的问题，就是我在20多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没有胆量创业，第二如果真的我爸介意多个儿子吗？女婿，因为你已经动大腿了。不用摸我手，因为我觉得在做生意，每个人都是丁饼的，尤其是人机的。我的人生的旅程的 journey 不简单了，是30多年，对不对？就是以前你们做生意比较容易，对吗？不会，整个过程是很难的，不可能一步登天的，要慢一步一步来。创业是很容易的嘛，你要守业，要maintain，要持久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觉得要做 projection 啊，说很多年轻人都是说闯啊，不然找几个合伙啊，对不对？你们的想法是可以试的，不可以的。我觉得很多 Gen Z 是这样，可是我自己是比较保守，所以就到现在还不敢创业。可能就是爸爸妈妈一直跟我说，就是等就是拿经验先，可能过了30，你还有这个想法才去做。对，经验很重要。I agree， 我同意。我爸妈也是做生意嘛，他们为什么做生意能做得成？是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。对，但是我说比较容易。就是我就是想这样想，就是他们如果不做生意的话，他们就会死，所以他们很拼。然后到了我这一代呢，你害怕失去，可你也想拼，但你仔细衡量之后，我还是不要拼。到了这一代呢，你们又胆子大起来了，因为你们不怕失败，所以你们也敢冲。所以到最后原来是我的问题，就只是你的问题，因为我也是你这一代，我也是做生意的，所以你的问题。你为什么敢冲呢？对啊，就像 Vincent 说的，我大概算了一下，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做生意，可以赚钱。相对于 corporate 的工作来说，可能会有相对的自由。OK，比如说我想1年出去旅行。你看他也是要自由啊。我想自由是没有你最后严重，也比较严重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没错 ，Gen Z 的胆子大了起来，他们现在又愿意做生意，其实我觉得是很好。但是 Gen Z 有一个问题呢，是也很容易放弃。稍微有一点点挫折就很容易放弃。这个在我蛮多员工身上我也看到了，就是心非常大 ，idea 也很好，但是第一没有那个毅力，坚持不了嘛，很容易打垮，很容易放弃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是没有人会选择对或者错的路。大部分人选的是那条最容易的路，那很大部分时间做生意或者做一个 project 来说呢，放弃是最容易的一条路。我上这期节目之前跟我整个公司的 Gen Z 说，我明天要去拍节目哈，我在上面会吐槽你们，你们要是有这个心理能力呢，你们就看；你们要是觉得自己接受不了呢，你们就不要看哈。所以你们现在在看呢，我算你有这个胆。我刚才讲这个毅力，就是其实我公司有很多的 project， 你也知道我们这一行听起来是很好玩，但是有很多那种幕后是很辛苦的，而且有些 project 是很无聊的。我的 Gen Z 的员工有很多次不愿意去做，他就直接跟我说：“哎，老板，我很累，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做。”那你跟我说出这2点之后，我只有一个选择，我只有我自己做。
可是你就应该就是当做你自己不可以做，因为当做如果你不可以做的时候，员工没有办法一定要拿去做。你觉得员工会这样子吗？现实来讲，这个是很难的。如果在一个员工跟我说他不做之后，我也不做的话，那我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一项工作。当然，如果有员工告诉我说他不可以的话，我现在的 approach 就是我会教他怎么做但他还是得去做，不然的话，那没有办法，那你就只有离开了。我是这样，你会这样子对不对？我是这样，就是如果老板说，我没有 idea，没有 idea，然后就那个 deadline 是6点。如果没有 idea 是我的错，所以我就会挤一个 idea 出来。我觉得你这种心态很好啊，不错。请再看我们 video 的这个我的员工，看看人家你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呢，就以后不要做了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会这样的原因，是因为老板的信任。他说，我不可以做到你这样做的东西耶，我就会觉得，哇，你做不到，我做得到，我不可以辜负你，我一定要做得更好。对他讲的是老板的怎样去 manage 我员工，就好像说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跟 Gen Z 的人讲。你会不一样吗？就是你对于可能我是会以这种方法跟Gen Z 人讲话，不止Gen Z 啊，就算其他员工，我们要绕一大圈，然后 give example，you know， 就好像 indirect 就是说打横来是说，其实我是会做的，但是我是会奖励他说你做得很好。你能够知道一个Gen Z的人的工作态度，但是不可以直接讲他们呢。6号了还做不出，做什么你？不可以。但是一定要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就好像说，你不是最近比较忙，还是家里有什么事吗？为什么要关心他们？对，你要另外一种方式，要对他们。对，你要这样的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不可以直勾拳，你要侧勾的。吃饱了吗？这一类要用关心的那种，不是每个员工好像人机不好的。对，要看我们怎样去跟他们开导，OK， 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方向。上一辈呢，可能要花多一点心思，尽量融合。换位思考，介入新时代的一个思维范畴里面，不要倚老卖老，以指责性、以给命令式的方式来指导工作，尽量以提问的方式来让新时代做出考虑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安排？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？或者觉得有工作有更好的方法，他也可以提出另外方法。你会不会觉得新时代会觉得说一份工作很容易就觉得很闷？对，需要很多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做法嘛，好像一种工作，但是如果觉得他是个人才嘛，还是有用之处。做生意是互相利用，你没有付出，我不可能跟你合作的嘛，对不对？也可能给他一个说，以后的日子，我的方向是，然后有这 future 就有东西 look forward 嘛，对，明白吗？对，其实我们是这个 career progression，correct， this is career progression， 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的 career path， 对，你要跟我说，就是如果你做这个，你可以升级到什么，这个对我们最重要。你们真的相信？真的相信，一定要相信。另一这一套，你会跟你的员工说你们有什么接下来5年？我其实不大会，因为我会跟大家说，我们这个行业变化非常的快，你做得好的话，我会给你很多的 bonus。但是因为我公司也很小啊，你要怎样？你要生成一个，就是你叫你自己什么都可以，你叫你自己 director CEO 我都无所谓。我不在乎这些，就你要名字可以，但我会跟你讲说做得好，我就给你多一点钱了。我觉得 OK 啊，我觉得我的员工虽然大部分是 Gen Z 了，这方面沟通还是 OK 的，就是我们也很直接。对。但是我们很在乎职业规划。职位吗？会吗？至少对我来说，老板也跟我说，接下来5年、10年是怎么样一些规划？我应该10年后还是做 DJ 吧，不然还对啊，你就变成资深 DJ 啊。我已经好听。第一份工作，我们每次说就是想 join 一个比较大的公司，才会有那个 portfolio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大的公司现在其实如果要做长来，其实不是很好。因为你做小的公司，你跟老板的互动比较多，老板才可以看到你其实真的在做什么。是这个想法啊。对，老板没有在看你们不知道。其实我注意到一个东西，就是现在的 Gen Z 年轻人这一代啊，他们很注重就是我在工作的地方，我说出来他够不够酷。我的员工的这一代啊，比如说我在 SGAG， 我在挖banana工作，他们会以这个为傲，他们反而没有那么 care 这个薪水是多少。他会比较 care 我这个说出来我够不够酷。我在新传媒工作，
酷，我骄傲。酷，有吧，城市平所以你们有你的员工是在你的零售商店？对，他是 Uncle Vincent， 你说，哎，我跟 Uncle Vincent。哦，对吗？应该会吧。就有一点。有找你员工找你拍照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在你的公司打工很酷，应该是吧？会吗？一定会有的吧。我在说啊，他在夜店外面有一群人在等他骂他，哎。哦，骂你啊？他就被他骂，对，被他骂，对，被他骂。下来冰淇淋店也是等叫我骂他们。示范一下。现在他这个 Queenie 是你的员工，老板，然后他是我帮你做的。那个冰淇淋没有烧好，你会怎么样？要跟他教训一下，然后看他可不可以接受。要看什么情况。如果在顾客面前不允许，不会骂。哦，在门关了，门关起来，然后叫他去办公室或者去外面。OK， 也要给他们留面子。我的做法是这样，我从来不在顾客面前，或者是在很大众为难他们的。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point， 就是我们 Gen Z， 你要给面子啊，可以保护一下 Gen Z 吗？其实我们很乐意学习的，就是刚才 Uncle Vincent 说的，就是在客户面前不要骂我，可能。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 OK， 可是如果就没有改变、没有进步，对吗？第四次，我觉得啊，你应该在客户面前骂他，因为他应该就是感受一点，就是那个羞辱性，他才会真的去改变。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玻璃心了，就是有时候就是这样成长比较好。OK， 对。你刚才说到，就是 Z 世代的人其实非常乐意的去学习。对。那如果是下了班之后呢？6点钟过后，老板跟你有联系，那个就没有很乐意学习了，没有啦。学习，所以 Z 世代的基本上就是很讲求那个工作生活平衡，下班时间就不要来打扰我。其实也没有啦，我觉得我会回复，我会 OK， 就是因为那个是对工作的尊重。如果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不是对老板的尊重，两边的尊重。我觉得就是因为如果老板会来传简讯，老板也是在工作啊，对，他也是在工作。可是这他的表达方式，如果你就跟我说，哎，对不起，这个很赶，对，你可以帮我就是我就 OK 啊，就老板也是不理所当然，这两边。哎，我本人也蛮崇尚10点到6点你完成了，然后就回家，你自己该干嘛干嘛。我也不跟你们 hang out， 我也不跟你们干嘛，我也不跟你们工作。但是有时候客户他就是8点钟来找你，你这个东西明天早上9点要上，那你是不是就是需要工作呢？我记得有一个员工，他就在教他的员工，他说6点之后我们不回 client 的那个 email，然后我听到了。我当下就差点崩溃，你知道吗？但我没有当下跟他讲，我私下我就把他叫过来，我跟他说，我们这个工作，我们其实很需要 client 跟我们讲话，我们就是要回复。你哪怕晚点，但你当天一定要回复。我就跟他讲了之后呢，他可以看出他那个表情是啊，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这个好像 against my belief。但是他后来有自己回去有消化一下，他就有改变，然后他也有跟他的团队说 ，OK， 我们这个。客户6点之后发简讯给我们还是要回复这样。但是我还是觉得，这种是一种他的思想的问题，他的 mindset 的问题。就像我的孩子他们，以前也是，我发短信给他们，3天后他问你 ，Daddy，you look for me 啊，找我。我说我有urgent 找你太迟了，这种概念你一定要改的。你下次不要说 hello， 你在吗？没有，我是直接说，我是发蛮长的的问题啊。你知道什么是最 effective 的吗？爸爸，如果你要找女儿，你 type 她的 full name，Queenie 林怡萱，哦 ，yes。现在的人的这种，因为他们没有人去教导他们，所以他们继续这样做。就好像有些人更 irritating， 有些人，那两个 tick 是没有蓝色的。哦，他关掉。更厉害吗？那个，他有，所以我觉得是，我也关掉，很 irritating， 因为这种东西是觉得人就算不是为你自己好，以后你上班去什么地方，这种回复是一种尊敬，是一种责任。但我觉得每个世代都有，当然每个世代的可能这个对啊，这个为人处事的方式、态度啦等等，不管是婴儿潮时代，或者是我们千禧世代、Z 世代，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处理方式。但我们就。怎么说？就我告诉你，互相体谅。我们今天体会到的，他们呢就会在下一个世代体会到。他们很快就会体会到10年之后。风水轮流转，对吧？老天放过谁？我还有很多年。
草莓时代。不管哪个时代了，总之未来是掌握在下一代的，不是你这一代，不是我们这一代，也不是你这一代，是下一代。我们对年轻人还是要多点宽容，也希望你们对上一代多点理解，好吧？是的，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的是我们的 Vincent 大哥、Queenie 还有我们的令姨上我们的节目。收看更多甜点开讲的视频，记得上我们的巴士界的网站和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非常认同，他们全部都是来 quick money， 给我们的意见是要赚快快，赚多多，很有自己的思想。就是如果你跟他讲大道理啊这些，他们都不喜欢听的。可能有的年轻人觉得我得到了这个金钱，但是我在时间上我得不到我想要的，我得不到所谓的情绪价值，那我就会觉得这苦我吃好像吃的有点不值得。我不觉得 Gen Z 是吃不了苦的一代，只是他们比较注重生活水平。然后如果好像他们要天天加班，然后拿不到假期，或者工作量很大，可是工资很少的话，他们就有可能会想要辞职。我看我的周围的认识的人，我觉得他们有尽力而为，而且付出的那个努力也可以看得出。那个苦是不一样的苦。现在可能他们会觉得很容易赚到钱，就是你可以很多方法来赚到钱。以前是 more of 苦工，现在是 more on 技术。我觉得我遇到的年轻人很多都很愿意受苦，就是他们愿意多做几份工作，然后他们目标也很明确。如果他是为了赚钱，多赚一点钱，他们真的会把时间排得很满，很努力的工作。就新一代就觉得很值得期待了。